不好意思，前几天比较感冒，那个声音还要忍耐一下。那我是职能治疗师这样子。那我的专业一直从大学到现在，然后现在我是念博士班，都一直是职能治疗的状态。对，那等下可能会让大家看一下说，到底博士班在干嘛？其实一小部分。那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图啊，这个是一个那个Matt， 他其实有个网站叫做PhD Illustration 这样，他就把所有的有关于博士班的一些概念用图画画出来。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大圆啊，最大的大圆是一个人类的知识，像我们所应该要有的学识这样子的东西这么大。那我们国小的时候可能就学了一点点这样子，那到了国中的时候呢，它就会越学越多。那到了大学的时候，或者是技职教育的时候，我们可能开始往某一个方向、某一个特定的领域去钻研。那大家觉得博士班 PhD 是哪一块颜色？红色这一块吗？其实大家告诉大家。不是，我们其实在突破这一点非常的困难，就是在我们所知道的过去所学习的，可能是大家已经知道的知识。那博士班要做的，就是在我们怎么去把这个 boundary 再突出去一点点，再创新一点点，所以就需要花了7年的时间在这块这一点上面。所以我也是个30岁的老学生了，对。好，那 anyway 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职能治疗到底在干嘛。那有人听过职能治疗吗？都听过吗？举个手，听过举手。他说我好感动。好，那我很认真的去查了一下，没想到我们可以在教育部词典也可以查得到这个词。对，那先不管说它里面的定义，我们到底同不同意，或是好的。好，接着。Anyway， 那他刚刚的定义呢，就是在讲说，职能治疗是用一种 ，OK， 还好，谢谢，活动跟诊断来协助诊断或治疗生理疾病、残障的过程，哇，然后为物理医学的一部分，或称为作业治疗。可是物理医学，什么叫物理医学？其实我不太懂。好，那在Wiki 的话，你可以去查，在世界职能治疗师联盟的时候，它有个定义，我可不可以请带你念一下？因为查个定义。2010年的定义为，职能治疗是透过帮助个案选择、安排。那我们治疗师特别的模拟。选择安排与执行日常的职能活动，然后进而提升生活品质。那职能治疗的对象呢，也包括就是因为生理、心理和社会障碍有功能有一些障碍发展比较迟缓，或是学习障碍，甚至是可能是老化或是社会文化环境等等不利的因素而导致执行自己的活动，就个人的活动，或是参与这个社会的能力有一些局限或者受限的人。那职能治疗的专业人员呢，他们能够运用那个职能的科学和用一些理论和用一些理论啊，或是一些应该是实物的那个活动来做一些分析，那了解这个个案他可能在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原因，然后并且就是针对这个人，就是这个个案的生理啊和心理和他的一些社会功能，给他一些训练，然后让他从里面去提升，然后同时也运用一些就是当下可能环境去感召，然
然后腹部及辅助的用具一些工具这样子，然后让这些工作简化，以及工作可以强化的方法，让这个人这个个案他可以执行有意义的日常活动，然后可以维持自己的身心功能，并且也可以预防这些功能不要退化，让每个人都可以过着有品质的生活。好，谢谢艾莉，非常辛苦。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我在医院被一个个案或者是家属问到你真知道到底是什么之后，我非常的惶恐，我到底要怎么回答他这么完整的定义这样子。好，那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其实我觉得职能治疗最容易的解释是回归到它的英文去解释。我们的英文叫做 occupational therapy， 所以可以常听到取前面两个就是 OT 就是职能治疗，在医院里面常听到一个名词。那 occupation 呢，在朗文跟牛津的字典里面呢，它其实你可以说它就是 a way of spending time， 是一个你使用方式，你使用时间的方式。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使用时间？那可能它就是一个工作，或者是它是一个专业，或者是它是一个家庭主妇。那它的 occupation， 它的职业就是个家庭主妇。那它可能是个小朋友，小朋友的 occupation 是什么？小朋友花时间花在哪里？就是在玩，对，就是在玩。那或者是他在小学里面要上课，那或者是说，那他在玩的时候，在幼稚园里面，他能不能跟他的同儕互动？他有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玩？这就是会展现在他的 occupation 的好或不好上面。所以他也可能是一个家庭主妇，或是他是一个清洁工，或是一个上班族。那可是除了我们平常定义的职业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时候会去？我们的时间还会使用在哪些上面？有可能就是家庭生活上面。对，我除了我上班，那我回到家，我是一个爸爸，或者是我一个妈妈，我回到家我可能还要照顾我的小孩，那这些也是算在他的 occupation 里面，也是算是在职能治疗师需要去关心的一个范围里面。那或者是说他基本还有打麻将这些，对老人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occupation。对，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所习惯的一个使用时间的方式，可能会因为疾病或是天灾、意外、文化、压力各种原因，导致他原本他在所使用时间的方式的时候产生了变化。比方说，有突然间中风，因为我的博士班的那个研究最主要是在研究中风，可能后面的例子是以中风为主。他突然间中风了，倒下了。他可能是家里的支柱，但他就没有办法去上班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职能治疗师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去帮他恢复，一个是他原本的工作，或者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们要帮他想到一个新的使用时间的方式。那这是要跟他沟通的。好 ，OK， 所以我们常用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训练，一个是代偿。什么是训练呢？就是我把你不好的、你失去的部分，把它练回来。好，比如说这是大家可能在网络上或者是医院常看到的小儿的治疗师或者是成人的治疗师的。对，那可能像小朋友，他可能张力，比方说，有一些所谓张力就是肌肉他比较不是那么紧实的人，小朋友，那他可能觉得我做了就很累，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支持30分钟的上课课程，他坐不住，所以他就开始乱动，就影响他的学业。那职能治疗是可以透过一些互动的方式来加强他的这个张力的部分，让他变得比较好，他就可以做得比较久。那或者是说中风的个案来说，我们可能大家可以常常看到的拿一些积木或者是拿一些小东西，那其实是在练习他的一个手功能的部分。那希望说这样透过在治疗室的练习，他能够回到他家以后，他还是能够去做他的一些，比方说在家里需要做的事情，他可以自己喝水，可以自己上厕所之类这样子的事情。那这属于训练的部分，但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必须采取代偿的作用。那代偿的方法呢，就是说他不好的地方可能不容易练出来，但我们也想其他的方式来帮他。比方说，好，刚刚说没有办法自己吃饭的中风的伯伯，那我是不是能够用一个
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他虽然没有办法自己握汤匙，可是我把一个绑带放在他的汤匙上面，他一样可以自己吃饭，他不需要别人喂他。那或者是一个筷子，或者是说阿妈可能肩关节受限了，他没有办法举那么高，那我能不能用长臂夹来帮他，让他能够拿到东西？那或者是说在居家环境改造上，我们帮他去想说，那他今天他不方便的话，他需要哪些环境的改造？可能是原本的连龙头是用转的，那这是比较困难的动作，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上下搬动的这种，他可能用手臂他就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设计。那所以其实职能治疗是一种非常包山包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专业的。好。那这是一些案例跟大家分享。那其实我从我的个案身上也学习到非常多。那他们其实在生活中遇到自己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自己的创意。那像比方说这个非常有趣，他很厉害。这个是他自己做的一个脚板。那因为中风之后呢，很容易有我们所谓高张力，就是他们那个手会 Q 起来啊，卷起来这样子。那最好的方式，因为你卷久了，手就会僵硬，然后就会浓缩，那这是非常不好。他来说久了，它的功能就会被这只手推掉了。那可是他在家里，他又没有人可以常常帮他拉筋，因为要把整个拉开，那怎么办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他们家楼下刚好在开那个钣金公司，他请那个钣金的老板把它做个模，然后打洞，然后打洞之后，他用那个。这时候他说这是他第5个版本，然后他就那个松紧带来把它扣住，这样子扣住之后，他就是可以自己撑开，他自己先掰开之后，然后放在旁边，他就可以自己拉筋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创意的一个东西，也很厉害，真的。然后那另外一个培培呢，就是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这里有一个袋子。就是因为他还是有在，他虽然中风，可是他还是有在工作。可是他拿手机的时候常掉，那怎么办呢？他就用绑带把它绑住，所以他拿出来的时候，他永远就不用害怕他的手机会掉这样子。对，可是这些小生活的小细节，如果他们没有跟我们讲，其实我们可能不知道。对，那一方面是他们是很有动机的，他们自己会去想办法。但是如果说可以多一点沟通的话，我们也可以多帮忙想一些东西。这样，那另外这个是一个在家里的一个小附件，可以小朋友其实也可以玩，就是你把红豆跟绿豆放在一起。如果小朋友的那个手功能不是那么好的话，你要训练他，对吧？放在一起，然后叫他红豆分一边，绿豆分一边，对，是一个也可以当做一个互相玩的一个游戏啦。对，好，那基本来说。今天最主要就是想要跟大家沟通，什么是职能治疗的核心价值。我自己认为是必须是个案的中心，就是因为我们要重塑，刚刚提到说要重塑的是他重新使用的时间，可是这个时间是谁在用？是还是要回到个案本身，他想要怎么用他的时间？对，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其实是在他的目标跟环境之间去做一个捏合。跟沟通的动作，所以我们要做能力分析，然后看他现在能力在哪里，那还有他的动机有多强，他想要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目前有多少实证依据可以来协助他达到他的目标，然后他的家庭支持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其实最理想的状况啊，其实真的是必须要有很多的沟通跟互动，以及甚至我们去尝试了之后，那个案再告诉我们，我们所建议的方式好或不好，需不需要做调整？这是我必须先说，这是一个很理想的状况。对，好，那当然在医疗环境里面呢，现今的医疗环境，大家最理想的就是是要达到个别化，或是针对这个人一对一的去做设计。那还有就是最佳化，最符合他的一个需求，然后也希望能够达到疗效最大化。但是现在的医疗环境的一个限制在于治疗生跟律师来有限。很多时候在医院环境里面，一个治疗师必须要照顾2个个案或者3个个案，
对，那他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状况比较轻，那你就自己做好了。可是他真的比较轻嘛，他可能还是需要1对1的协助，这是没办法的。那还有一个时间限制，还有一个就是证据不足，研究证据。大家刚才也看到那个图，我花了7年只是突破1点点。那对于有些目前可能像我自己比较在意是受伤比较严重的中风病人，他们可能很多时候就卡在那个挛缩的这个问题上面，可能就卡个3、5年。那我怎么让他能够还有继续进步的一个研究的方法，或是新的证据，或是一个新的技术，这些都要靠长时间的研究笔记。可是事实上，我们的证据也还很不足。那即便我们做出来了一个统计的数据，能够告诉我说，今天这个东西真的就适用在他身上吗？这也是一个疑问。对，所以 anyway， 那不管说我自己有个梦想，就是在10到20年，我们怎么能够提升针对中风个案的一个更好的品质的提升。好，那我自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中风个案的专属的这种日照中心，因为提到为什么是日照中心，就从刚刚那个上次有提到，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老人家他还是希望说有某种程度是在家里的，你把我送到一个机构去，其实他们是很抗拒，也会觉得很受伤。对，那如果能够比较像托婴中心之类的，或者是还是他们可能白天过来到这里会更好。那我自己是觉得需要中风病人，他们其实需要一个更专注的，比较不是可能失能有失能的特定性，中风病人有中风病人的特定性。那我们如果可以有这样子一个中心的话，那他能够提供的是一个场地，让他们来做复健，那还有一个专业的支持，包含了一些复健的团队，可以让中风病人他不管是在他即便是接受照顾的同时，他其实还有复健的功能。那另外他们都来到这个中心的一个好处是，都是类似有类似经历的个案，所以比较会有同场支持，还有家属传习的机会。那我自己是很希望说，在里面它会是一个1对1的课程，来增强他们的能力。那他们的能力增强之后，他们可以去选择不同的团体。那这个团体是借由，因为职能治疗师还有很大的特性，必须要去分辨说，我怎么把这个工作做不同层级的分级跟设计，那适用于不同层级能力的一个案来做。那希望这样子做，他们还可以结合到引发产能的部分。就是说，你把一个产能作为复健活动去做，那这个做完之后，它还有产能的，那这个产能的，比方说金钱或者是不管产品，可以回馈到个案。好，那最后一个当然是我自己会从研究的角度先去探讨什么是能够早期最能够提供他们能力可以增强的这块部分。那我今年的目标是，我会想要先做一个中风个案的主观感受的访谈，以及一个资料库的建立，去了解说什么对他们来说，什么是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些东西的资料的收集。对，那最后就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职能治疗师是有点站台课。虽然说医院里面大家都叫职能治疗师为老师，可是我觉得老师就有点像上课下。那很多时候台湾的个人就会觉得我不敢提问题，我不敢质疑你，我不敢跟你要资讯。可是我觉得职能治疗师他其实反而站在一个教练的角色，我是在旁边辅助你，但是那个运动员本身他要去决定他想要达到什么目标，他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请你告诉我，我们两个互相沟通，找到一个目标。那我就是在旁边画球，你就是我跳练习。对。希望最终能够达到他们所设定的目标。谢谢嘉玲的分享。